堂弟，堂弟，有追兵，天地上至少一个队。大长大，走。我是侍卫亲军，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回京复命，速开城门。此时的赵匡胤，连一个殿前承旨的官身都尚未取得。作为一名以节度使为人生目标的将门子弟，他无法想象，天下间竟然还有张彦泽这般毫无人性的节度使。他不明白，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执掌一镇权柄的。他更不明白，面对这样的恶行，大殿内的君臣们又在议些什么？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，当众烹了大衙内。虫魔寨、骨肉糜，那是皇朝，不是朕的节度使。事涉国家重臣，儿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。此人构陷朕的节帅，离间君臣之意。荐送荆州，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。陛下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，请陛下明察。请陛下明察，陛下，请陛下明察，陛下。赵弘殷，末将在。你办的好差事啊！末将万死，末将万死。你也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，罢你为指挥使，留侍卫亲军司听令。谢陛下。我想不通，这样还有天理，还有王法吗？就因为他是节度使，因为他手里捏着1万多兵马，这就是天理，这就是王法。当兵的做了太尉，连自己儿子都吃得下去，是畜生都不如。大郎，我没说错吧？爹给你找了一个浑家，是你贺伯父家的三丫头，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吧。朕一向诚信守义，契丹出于道义救了朕，那朕就应该诚信守约来报答。现在安重荣要打契丹，是想陷朕于不义，
这仗是不能不打了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顺国节度使杜重威境内扩谷得100万户，只上报30万，其余皆入私囊啊！吴越国的共赋已经在路上了。对，朕还有吴越国。吴越国东面临海，南面与闽接壤，其余国境皆被强邻南唐包围。为求存续，吴越前世世代奉行善事中国之策，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，以保境安民。中原政权已借此在东南牵制南唐。在此战略之下，吴越国专注内政，发展民生，在乱世中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。别躲了，里边气闷，出来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饿了，可有吃食？你们几个留心脚下啊！留心脚下！你们两个轻点踩啊！都慢着点！来！哎呀，都小心些！再要如此粗疏，自家跳下去喂鱼，都抓紧装起来！快点，都装好！快，抬走，抬走，抬走！确实被足下见笑了。实在是饿得很了，多蒙馈赠，足感厚德。黄龙岛的于大娘子，是你什么人？在下，并不知于大娘子是何方神圣，东海之上闻风丧胆的黄龙海贼，却是听说过的。如此说来，你潜入山岳社，并非为了生意。那要看足下与山岳社做的是什么生意？都慢着点，都慢着点！哎，你们几个都小心点！大东主尽管安心处置，小人蒙大东主一饭之恩，尚未回报，不敢擅离。大东主若不放心，
可遣一二心腹在此守护。仔细伺候好这位小郎君，我要怠慢。郎君慢一些，快点！站住！放过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哥！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，哥！老实点。这位英雄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最好少说话，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。啊！是海丘船，在这个距离上，他们可以用箭将咱们一个个钉死在船上。来的是秦淮社哪位东主当面？快请上船一叙。飞云长剑，剑就是命，须臾不可操之人手。让他拿着吧。秦淮社李元清，见过大知司。原来是大东主当面，请恕文秀不恭。哼，元清此来孟浪，也实在怪罪不得大知司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海上的风浪虽大，亦非法外之地。某纵横半生，未领过吴越国一文俸禄，也未吃过前王一粒米。吴越之法，与我秦淮社何事？华龙社虽不成器，好歹有蒙冲8艘，海丘16，货船无算，往还高丽、扶桑、琉球3幅旗。在这东海之上，我等便是法。船可以给你，人和货不行。赤金500斤，买人买货。800斤，600斤，750斤。天下江山分崩离乱50-60年，谁的日子都不好过。650斤。是啊，乱世营生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700斤赤金，少1厘1毫。大东主自请回船备战。700斤便700斤，
船外那小子送于某家，做个天头。1000斤，人和货我买了。750斤买人和货，250斤买我自己。小人乃山岳社少东主，这南唐贼绑了我，索要货物为酬金。大知司只需扣下人、船、货，连同小人一并送往衡州。赤金1000斤，一里一毫，聚会不少。大知司，这小子胡言乱语，莫要被他所蒙蔽。荆州海上信以为先，700斤赤金，说定了。大知司真乃是信义君子，元钦佩服。外头那个价值250斤，大东主买吗？加价300斤，我买。涨到300了，大东主要跟吗？你与程昭月究竟有何干联？程昭月有2个女儿，一个16，一个12，确实有个儿子，尚在襁褓之中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要自称山岳少东？小人，阿就问你最好说真话。若是有1句假话，便切你1只耳朵；若是2句，便切2只；若是3句，你的鼻子可就没了。这是真话。头却热。李元清此人的身份你可知晓？南唐秦淮社的大东主。你如何知晓？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的。你为何会在秦淮社的船上？这个问题可以不答吗？那我换个问题，你是否知晓那天夜里来的那艘货船是谁家的船？山岳社。你如何知晓？这次能说吗？能说，猜的。哎，你这250。那你来猜猜看，那天夜里他们交易的是何样货物？这个我可是真不知道。那我来告诉你，他们交易的是铠甲。啊？这漏了刑期的可不是一般武士，这是铠甲，便是官宦人家私藏衣服，都是谋逆的大罪。盗卖铠甲的事情一旦揭而出来，可是要问大逆的。合族男子问死，女眷接入教坊。照你的意思，老爷子是盯上此事了。却也未见得这么快。只要手脚迅捷，还来得及补救。太尉。哦，此番出库的赏赐有什么不同吗？不曾有啊，比往日的都妥当。比往日的都妥当啊？怎么说？往日出库的赏赐呀，不是黑便是灰，而此番呢却是大红，那颜色呀，又鲜亮又好看，拿回家去，家里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，甚是体面。都是绯红。咱们内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红，听说别的都有的是绿，有的是青，也有黑灰两色的。如此说来，都是杂色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，末将告退。何成群这个傻才，好大的胆子！
次带兵冲闯内库，你有几个脑袋？都给我听好了，在这个院子里，是人家何都将和狄都兄弟们的财产，我们只管将所有的账房与仓库上锁，然后便退出院外，只管守住外围，不许人进，更不许人出。明日午时之前，若要跑出去一只耗子，钻进来一只蚂蚁，都是咱们兄弟们的罪过。连通，擅自带兵封锁内库，我这便去禀报大王。无需你去禀告大王。老太尉，明日一早，老夫约了东府使军，彻底搜检内库，所有的账目、凭证、库存，字迹刻旗，一律封存。待明日搜检审核之后，老夫自会禀告大王，到时候该砍谁的头，便砍谁的头。动手！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，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。其他东西都好说，库里的假尚未补齐，明儿一旦查起来，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。这老傻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。要不，把账房的锁砸开，先把账做平了再说。如此妙计，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？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，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，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瞒不过的。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，既做不了账，也补不了甲，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，等着人来砍头？程某倒有一计，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。头都夹到脖子上了，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？福儿过来。喂，250，我后来加价了，300。不算，就是250。你有何事？我阿娘和阿舅，请你去前厅。白日间不是见过了吗？说也说了，问也问了，还要如何？这一遭不同。又有什么不同？我家阿兄回岛了，是他要见你。你阿兄？水丘公，三哥，三郎能将虎子带回来吗？准定是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余家娘子不会迁怒于虎子吧？你就安心吧，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。早点歇息吧，孤的身子骨怕是熬不了夜了。不好了，来人呐！不好了！大王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大王，开门！不好了，大王，是丽春院啊，是内库。这丽春院他走了水了呀！
小鬼头，口中半句实话也无，倒真有乃父之风。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。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，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。大知司也未曾对小子演讲，大娘子原本识得父王。月黑风高之夜，大知司杀人夺船，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小子实是不敢不谨慎从事。你谨慎的并不为错。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，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，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？母亲，罢了，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。我身子有些乏了，要去歇息了。有什么事，明日再续。恭送母亲大人。行了，你们兄弟自去画吧，我也乏了。真娘，阿佑，随我回去歇息。是阿舅。恭送舅父。三哥，回去再收拾你。当值啊！谁当值啊？回禀皇上，今日是双日子，按规矩，该胡令公轮值内养。何承运何在？让何世玉那个杀才滚出来见我！末将，末将，末将，末将拜见令公。眼通，如何是你？回禀令公，末将一直在乡那边救火，还有4、5处火头尚未熄灭。我是在问，你如何会在此地？何承运何在？回令公，这火起得突然，末将一直在奔走救火，未曾见到何都将。拿下！令公，令公饶命！令公饶命！末将冤枉，末将是奉了在台会的命令，才奉到临城院的。救人，对我添加了担子，也不该自作主张啊！令公，令公。